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然后2位老师好，现场各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野云浩，然后今年24岁，来自四川成都。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在面对其他异性找你要联系方式的时候，能够表明立场。这句话我们得捋一下。异性要联系方式，它分2种，一种是去撩他，想看看有没有可能跟他发展情感关系；另一种可能是工作联系、业务啊。比如说，哎，你女朋友跟公司的同事在一起，跟另外一个合作单位吃饭的时候，她说：“哎，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我们很有兴趣，那加个微信好吗？”她需不需要说好的？但是我有男朋友哦。需不需要这样？这不用，不用是吧？公事公办，公事公办。我的意思是，您说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别人撩的情况。哎。这个例子像陈明老师，很多人喜欢陈明老师说：“哎，陈明老师，我想到武大到你们那个系里边去听你上课，可以来，但是我有太太哦。”对，我直接比如说设一个双人头像做微信头像就好了。哎，对。微信备注明我是有男朋友的。只要通过，就是我有男朋友，男朋友叫什么什么名字，联系电话是体育生，你不一定打得过他。来，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那同样的，如果说面对异性找你要微信，那你的选择呢？这种东西既然我会要求别人，我觉得我自己应该首先会做到。来，23号。我是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我叫宋梦娇，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体育老师。如果别人向你要联系方式的时候，然后你有一点点心动了，怎么办？我觉得我首先得先给他表明这种事情。我觉得你这人不错，我觉得你人很好，但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就如果我提前遇到你的话，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发展什么？你觉得这像正常社交生活当中2个正常的成年人的谈话吗？一个说：“哎，你看我们能不能加个微信？哎呀，我觉得你挺好的，我要早点认识你好，但是很遗憾，现在我有女朋友了。”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就是结婚以后就是惩罚我就是睡沙发。这是你以前的生活常态吗？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独居的时候一个人睡沙发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是2个人让我去睡沙发的话，我会很落寞，很难受。13号，男嘉宾你好，那假如说是我们俩吵架之后，我去睡沙发呢？哎，那我可以在旁边端个小板凳啊，那儿坐着。总得在你身边是吧？态度得拿正。21号。男嘉宾您好，就是刚刚您说，就是不希望另一半惩罚你一个人睡沙发。那如果他惩罚你跪榴莲呢，你能接受吗？跪榴莲那个太伤身体了，你可以商量商量，换个其他的方式。这个我觉得作为男生可以稍微忍让一点，可以包容一点。啊，好，谢谢。好，来看片子。我叫野云浩，今年24岁，成都人，是一个体育机构的合伙人。从小我就喜欢运动，
体测项目样样满分，大学专练散打，拥有国家2级运动员证，钟爱篮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一直等着发光。如果光不来呢？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抓住各种机会毛遂自荐的人。工作和生活中，我擅长主动表达，但是在爱情里，我却很嘴硬。有时候明明很关心，但表面要装出不在意。你下班啦？对啊，你等我啊。没有，刚好路过。这是特意为我准备的吗？哎，没有，随便买的。等等，刚刚漏掉了一个细节，复盘，我的拿手好戏。爱好复盘，每次碰上输球，我就会在脑子里复盘，到底是个人打得不好，还是团队战术问题。赛后协商，为下一次胜利做准备。工作复盘，每当工作周期结束，我会复盘教练的教学方法，反思每一个环节，发现每一种可能。爱情复盘，每次和女生吵架后，我都会思考我们吵架的原因。除了矛盾，女生给我准备惊喜后，我也会复盘，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用心。这里是我的房间，虽然看起来满满当当很乱，但其实乱而不脏，乱中有序。只要我有需要，就没有我找不到的。家里太空，反而没有温馨感。通过对之前的感情复盘，现在的我已经改掉了很多感情里的问题。尝试一段新的恋爱，为什么不呢？很期待在运动里与你交手。18号。你好，男嘉宾，我刚刚看 VCR 说你是体育机构的合伙人，这不巧了吗？我是古筝机构合伙人。巧在合伙人，巧在文体不分家。文体两开花。然后在生活中呢，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细节控的男生。对，我其实觉得相比于说，我觉得做会价值性会更高一点。挺好的。朱瑞，男嘉宾好，我刚刚看到你那个 VCR 里面有一个点很好，就是会主动给女生去买礼物，但是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她去说，反而说是随意买了一个礼物？你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吗？对呀。其实是的，但是我觉得，我不想显得那么刻意。我告诉你，有另外一类人，他可能真的是非常敷衍的，随便就买了一个东西，但是他跟对方说的时候，一定要说的是，哦哇，这个东西我挑了好几天，我跑了好远的路，看了你好多那个照片之后，我才觉得这个适合你。有些男人会这样，而你非常精心的挑了理由，为什么要这么轻描淡写？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对别人的付出是应该的。是有一种偶像剧是这样演的，男生给他就给你的啊，你特意给我买的吗？刚才地上捡的。哇，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你一定是为我这个专门选的，你好爱我。Cool。哎，我很好奇，那假设你的女朋友精心为你挑选了一个礼物，那你心头是希望她说还是希望她不说？还是有一点希望。那不是很刻意吗？但是我享受别人对我的刻意，但我不希望我对别人表现。你为什么这么双标呢？这个恰恰是他真实的想法，就是他希望自己的形象高冷而潇洒一点，但不希望自己的伴侣也显得那么高冷。对。男生这么干跟颜值有很大关系，如果他帅的话，就觉得哎水到渠成。你的意思是他不配？不，我觉得他正好配，他配。孟老师，这里面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那个礼物拿出来到底有没有用心。对。如果这个东西一拿出来，哇，震撼了，就是真的是很用心的。其实说不说都不重要。你说什么都不重要。其实只要对位了之后，惊喜永远都是惊喜。所以男嘉宾他有一个点，他心里是知道的，他是自信的，他只是嘴巴上这么说。对，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15号。大家好，我是15号女生栾庆荣。男嘉宾你好，你刚才说你的办公桌是乱而有序，然后我想说，就是平时我的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桌东西特别多，然后你平时是喜欢帮别人收拾东西的人，还是希望你将来的另一半替你收拾东西，或者你们俩一起来收拾家里或者是桌子呢？就分情况。就如果是我自己的桌子的话，我并不是很希望别人帮我收拾。
就上面会放我自己平常会用的全套，然后还有踩手袋、水杯。那你不会觉得它稍稍有一点挡屏幕吗？在这个使用的，因为拍的比较仓促。哦，我以为是说你敢动我电脑，我就打你。刚才说到复盘这个事儿，来，我们手上有纸和笔，写一下你们每个人认为自己的3个缺点，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小复盘。写好了，举手示意一下。14号，你的3条是？我的第1条是不爱洗头，第2是挑食，第3个是非常喜欢玩游戏。杨雪。大家好，我是杨雪，然后今年29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我的是抬杠选手，我就是会很善良，然后去抬杠。哦，抬杠，哎，这个好像是朋友相处，没有人喜欢爱抬杠。对，就是网上这样的特别多。他不是说看不惯你，他只要听到有人表达了什么，他就要杠一下。对对对。比如说，哎呦，这个面条太好吃了，你吃过好吃的面条吗？就是这一种，他就要杠一下。我并不是讨厌你，我也没吃过什么好面条，但我不这么说，怎么能凸显我？第3个是喝酒，我曾经骨折，拄着拐杖或者坐轮椅给我的朋友推去 KTV 喝酒。酒蒙子吗？对，拄着拐去酒吧，太震撼了。这确实太震撼了。对，就是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去，但是就是盛情难却的那种，人家都把工具带来去接我了。我也不是特别想去，我的拐想去，我只能帮他一下。你们觉得，刚才你们说到自己的这些缺点，你们有没有觉得它是需要改变的？那13号。我觉得我最应该改变的就是第1点，就是情绪化。我觉得我在恋爱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比如说双方吵架的时候，就是上头，然后就觉得他不在乎或者怎么样，然后提分手，然后事后我都会后悔。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我感情就是经历失败的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去改变。刚才为什么做这一番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也有我们讨厌的那些人和事。所以呢，我们也尽量让自己不要变成别人讨厌的人和事。看下一条。你有没有喝过海水？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和喝海水一样，第一口喝海水的时候很爽口，那是我的第1段感情。当时朋友叫我去酒吧，那也是我第1次去。玩到开心的时候，我的胳膊肘不小心打到旁边女生的头，我赶紧道歉，她笑着说没事，我继续和朋友跳舞。可过了一会儿，又打到了一个人的头，一看又是他。没过多久，我第3次打到他的头，我正尴尬的时候，他盯着我问：“你有女朋友了吗？”我说：“没有。”他听完说：“那你现在有了？”我想我们可能有点喝多了，加了微信后就把他送回他们桌了。1周后，我们一起看电影，他在我的耳旁说：“考不考虑和我在一起啊？”我犹豫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我们正式确定了关系。但感情只持续了2周，海水开始让我口渴。分手很突然，他觉得我们认识的地方不太合适，觉得我是经常去酒吧、比较爱玩的人。这让我明白，2个人的认识地点对感情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第2段感情让我变得谨慎起来，我会在心里设置2个月的恋爱考察期，满分是100分，会根据对方的性格、行为加分减分。也是因为考察期，我避免了很多暧昧，成功开始了第2段8个月的恋爱。我们认识发生在一次剧本杀中，2个人的角色有很多互动的地方，留下了手环。第2次以还手环为由约我见面。喂，你手环落我这儿了，要不我们见个面，我把手环给你吧。慢慢的，我发现他努力又上进，他平时很忙，也有很多自己的社交，所以每次约会都是看他的时间。分手发生在我断腿住院期间，他也会来医院看我，但也不会耽误正常的去玩。喂，我出院了，你在酒吧玩？他会觉得我限制他社交，而且他的家里条件很好。这谁啊？
这段感情结束后，我通过复盘发现他其实挺有小心思的。第一次见面，他拿走的手环是他的小心思，自然的和我发生身体接触。平时不喝酒的他也会主动喝酒。我想象2个人的恋爱应该是积极、快乐、向上的。我希望你能忠诚，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设的恋爱考察期。没有爱情真的好辛苦，我们直接相爱吧。我听到一个说法，不知道对不对，我来跟台上的女生核实一下。网上是这么说的：女生和自己喜欢的男生在一起，差不多2两就醉了；如果跟不喜欢的在一起，千杯不醉。我想问一下杨雪，你同意这个话吗？你看我这个爱抬杠的性格，我喝酒也要赢。喜不喜欢他都千杯不醉。哎，就是我想先把你灌醉，就是我要胜利。对。就是这样，你这个不常见，不常见。第一段恋情其实开始是在酒吧开始的，就我跟朋友去酒吧玩的那会儿，玩，然后不小心啪一下，玩，然后第2次又砰，又打到他了。然后过去我看到啊，又是他，我当时内心都在想，哇，不是吧，真的有这么巧吗？知道吗？这个妹子还挺耐打的。然后我就这转过来，他这样看着我，问我个问题：你有女朋友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现在有了。我当时脑子都是嗡的。啊，那他的脑袋确实是不是打晕了？受伤了，感觉。分开也是因为酒吧，对，让我觉得认识一个人的地点很重要。哪些地点听上去就那么舒服的？我跟你说几个：图书馆。哎，对，我真想说图书馆，对。再说2个听听。公园。公园，夕阳红。我觉得这个就是借口。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说你们2个都不合适，可能在酒吧认识这个点上面让他。他只是以这个为契机，后面我想了一下，确实应该也是这样。朱瑞。男嘉宾好，我想说一下那个恋爱考察期，因为我觉得恋爱它不是一场面试，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会不会说在考察期这个时间表现得特别好，就是争取它满分不往下落，但是呢，考察期一旦过去就会稍微的放松一点点，会让女生心里感到落差呢？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男嘉宾好，我想说一下那个恋爱考察期，因为我觉得恋爱它不是一场面试，而且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会不会说在考察期这个时间表现得特别好，就是争取它满分不往下落，但是呢，考察期一旦过去就会稍微的放松一点点，会让女生心里感到落差呢？我觉得2个人在初识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光鲜的面，就大家看到的是最好的面，你想表达的其实也是最好的面。就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去观察这个人的性格，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自己正儿八经需要的那个人。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你的优点，但其实如果我又能接受你的优点，又能接受你的缺点，那我们在一起才会很舒服。最后一个问题，5号。大家好，我叫王芳颖，来自广州。我现在是高校音乐教师，然后是音乐博士毕业。哦。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在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很爱玩的人吗？就是喜欢跟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啊，或者怎样的吗？以前可能会是，但是自从工作多了以后，就其实很少这样了。但是。一般来说都会偏应酬偏多一点。如果他要去喝酒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介意呢？这得看情况吧。就如果是，比如说哪个朋友很久没见了，大家一起聚一下，然后喝个1、2场，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是你这天天就坐在那儿待在那儿那种感觉，就感觉不太好，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他是有一个伤痕的，因为他的第2段就是他断腿期间，然后他的前女友老是跑酒吧，然后给他造成的这种伤害。
哎，如果你在那个阶段，你的前女友会把你这轮椅推上去一起去的话，你会觉得会？他们2个要有一对轮椅，绝了！每次去酒吧4个拐放在那儿，哇，这个。现在6盏灯，上去灭掉4盏灯回来。好。没有了，没有了，那个是可以留着的。恢复一下吧，不好意思，没看到。我觉得像你干这种事儿，我还从来就没碰到过。可以拒绝恢复吗？人家拒绝恢复，也 OK 是吧？好，来，你一个人上来，杨雪。来看一下他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0号李嘉欣。智推。好，我们看一下野云浩的智推女神是罗胜颖。男生性格开朗健谈，充满活力，为人绅士体面，有很强的责任心。生活中喜欢探索世界，也享受甩汗时的畅快之感。对待感情认真且长情。而女生的性格内敛慢热，喜欢舒适安稳的生活状态，善于未雨绸缪和把控风险，在意生活品味。感情中在意两人是否聊得来，会尊重对方的感受和决定。两人会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断努力，同时也享受安稳踏实、精致美好的小日子。来看3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李嘉欣、无辣不欢、希望你。我的近期歌单，你选一个。我选希望你。希望未来的你不要对女友控制欲太强，比如发展到要查手机、查社交聊天记录之类，会让人觉得不被信任，也显得男方很不自信。罗胜颖，鸵鸟心态，年龄问题，希望你。鸵鸟心态吧。1，不喜欢和别人发生冲突，遇到冲突自己会选择妥协或者回避。杨雪，想和你做的事，人不可貌相，童年的我。人不可貌相。2，虽然外表上看上去文静柔弱，但其实性格直爽，脾气火爆，非常有主见，甚至有点自我。在一段关系中，即使内心委屈也不会示弱，哪怕流着眼泪也不会低头。这个性格蛮……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这么多人都灭完，就留了这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如果你选择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会以哪种动物来描述自己？我说一个自己好玩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忍不住要分享一下。杨雪像平头哥。平头哥，你们知道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动物吗？就谁怼天怼地怼大地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我觉得我比较像猫。男嘉宾你好，我觉得我就是像刚刚资料里面说的，我更像鸵鸟吧，就是什么我都比较随性，比较随意，然后
来的话我就躲，躲不过我就跑。就是躲避3连嘛，打不过我就跑，跑不过我就再跑。加快跑，对。对。来，平头哥发表获奖感言。我本来想说自己像猫的，但后来想了一下，平头哥挺有道理的。就是身材又小，但是脾气还暴，战斗值超高。哎，对。那平头哥要遇到鸵鸟可怎么办？平头哥遇到谁都是他的噩梦。来，你要做最后的决定，选择这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你也可以牵手杨雪。你的决定是？我是直接上，直接上去。好。哎，我能问个问题吗？刚刚最后一问没轮到我。你问呢？那个我今年29了，就是你介意这个年纪吗？还好，我觉得就是。来，你去吧。一起走，一起走，当然也不会有错，牵着手，牵着手，带你去宇宙遨游，给你所有美好的紧紧双手。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慢点，小心点，小心点。我最终选择杨雪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她的性格就像飞哥说的那样，她像平头哥一样敢打敢撞，我觉得这个性格很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觉得对她演员很好，然后最后坚定的选择了她。他吸引我的点，首先可能第一是外表，因为他刚上台的时候长得简直就是我的菜。加上我看他 VCR 喜欢打球，然后剧本杀，有时候还会喝点酒，我觉得跟我都蛮合适的，所以我就留着了。到时候 battle 一下，看看谁喝酒更厉害。那你肯定干不过，我是平头哥。你没有发现那个杨雪走的时候，她完全是像小鸟依人一样靠在他身上。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有很好的爱情的话，你就不会那么愿意去抬杠，你就不在乎输赢。肯定啊，所以未来一个酒吧里的墙边看着2只轮椅4只拐的时候，你就知道又遇到了一对神仙眷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平头哥温柔的一面。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Hello， 各位女嘉宾，大家晚上好。两位老师好，飞哥好。我叫曹建林，来自山东东营，今年2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另一半能够多陪我出去溜达溜达。溜达溜达是哪一种方式？就我这个人吧，就在家待不住。就我不是那种特别宅的人，我在家待的时间只要一长，超过10个小时，我就会浑身刺挠。就这山东话就痒痒，难受。对，浑身难受。就所以说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吧，就逛逛公园啊，就出去溜溜弯啊，看看风景。哎，跟我外婆当时的状态很像。对，可能这个习惯比较老年人，但我觉得心态我还很年轻。明白。但是我们台上有好多姑娘，特别能宅，举手我看一看，觉得特别能宅的这种女生举手看看，1/3，有了。好，来，没事，我可以带你们出去啊。有没有跟她一样在家待不住的、待得难受的就要出去的？15号。
我也是跟男嘉宾就是非常的像，我是每天早上都会起很早，然后会去公园遛弯的那种，然后周围的同事都会觉得太佩服你了，因为本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早上7点多钟就要去教室里面看他们早自习。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也跟你们俩有点像，我也是老想出去，但我的困惑在于不知道去哪里。你们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我其实喜欢去景点或者公园，还有湖边有水的地方溜达。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楼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楼顶，就爬爬楼梯。你看他去的地方，湖边、楼顶，我总会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联想。14号，男嘉宾你好，那个可能女生出门会稍微麻烦一些，就是出门要化妆啊之类的。你说要是能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戴个口罩什么的，会不会嫌弃你女朋友就是，哎呀有点邋遢？没有啊，我也是这样啊。多正常嘛，对，人之常情啊。好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啊我的另一半整理我的东西。哪些东西？还是所有东西？就是我的所有东西，我的私人物品。朱瑞。男嘉宾你好，我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帮人整理东西的人。哎呀，太般配了。因为我有很强的强迫症，你的东西不整齐，好，我可以不帮你去整理，那我随时随地会让你去整理。这个时候，那你会说，那我自己整理，还是说，啊，那你就帮我整理了吧？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就不出意外的话，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由我来整理。那不行，我得我整理，你整理不到我想要的。你们过不到一起的。24号，男嘉宾你好，那个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帮你整理东西的。哦，谢谢。如果你能帮我整理整理的话，那更好了。啊，那一定会的。就只要你不整理，那一定是我整理，因为我看不过去。那太合适了呢。家政系毕业的。看第1条片子。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运动是其中之一。看挥洒的汗水，看坚持后的改变，看从不妥协的自己，无一不是对生活的热爱。我叫曹建林，可能是由于遗传的原因吧，我特别喜欢吃，什么都吃，但是我不吃臭的，臭豆腐、榴莲、螺蛳粉，我碰都不碰。在南京读书时，我吃遍了当地大街小巷的各色美食，大家都叫我南京美食活地图。就基本上只要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告诉你周围有什么吃的。我喜欢唱歌，有事没事就会约上哥们儿去唱 K。我唱歌有2个习惯，一个是要拎1大桶矿泉水，1桶不够那就2桶。唱歌它容易口渴嘛，那我又不抽烟不喝酒的，唱渴了就喝水嘛。另一个是要跟唱歌好听的人一起唱，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外向的我其实性格上有一些小纠结。请朋友吃饭，我会纠结请什么、吃什么口味、有没有忌口。自己出门下楼梯的时候，我有时会纠结到底是迈1级台阶还是2级台阶。事后想起来吧，还觉得就挺无语的。我不太喜欢仪式化的东西，我觉得这挺矫情的。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怎么过生日，如果开心的话，那每天都可以是过节。我要想对一个女生表达好感的话，那我就会把对她的爱放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比如说街边路过好吃的烤地瓜摊，我看到了就会顺手带给她。我觉得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我对她的感情来。我目前在北京攻读研究生，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媒体工作者，做一档属于自己的美食节目。方娟，男嘉宾你好，你是在南京念书的是吗？啊，对，我本科是在南京。然后我是南京的嘛，你说你是南京的美食地图，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喜不喜欢吃野菜，什么菊花脑啊，然后马齿苋、马兰头之类的，就我们南京人特别喜欢吃野菜。这个是南京的特产吗？是的。哦，不好意思，有点孤陋寡闻了。就你这样还南京的美食地图？不是，南京人最爱吃野菜，他都不知道，你还美食地图？
肉食地图。它是南京肉食地图。菊叶汤包呢，里面有肉。你又不知道，它是南京的鱼类地图。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它那个汤包啊，它里边有菊叶的这种卖的特别好。对，特别清香。哎，两个派别，带褶的叫小笼包，不带褶的叫汤包，其实味道差不多。感觉是活地图碰到真地图，看他的表情。你去找吃的是靠什么呢？大部分是靠各类 APP。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太会去那些分特别高的店，我喜欢去那些中间分数的店。你得看好几个东西，首先你得看这个开店它的时间长短，要是开的时间很短，但是评分却非常高的话，可能有问题。对。然后你要看它，如果是那种时间非常久的那种老店，但是评分还是在3点几4点几这种中不溜的水平，那可能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稳定。我觉得这种店是那种不容易踩雷的地方。最关键是自己有时间嘛，自己去试试。对，不要听人云亦云的，自己的尝试最靠谱。刘慧，男嘉宾你好，那你唱歌好听吗？这个话问的有点怀疑我的水平啊。那你要不就唱一下《安静》吧，想听。可以啊，可以啊。来。好。只是小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那提琴，安静的久久的。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11号。我手一杯温暖的咖啡，你手一杯清晨的玫瑰，就下成瘾的醉。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哒哒哒哒哒哒。谢谢。谢谢。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带有仪式感的东西呢？女生都爱说这个。对呀。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说我这个人生活里没有仪式感，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么循规蹈矩的去做那些事情。我觉得像这种仪式感的事情就没必要非得在节日里干。平时生活当中，今天我很开心然后今天要遇到一件发生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我也可以就当做是我的节日嘛，我就纪念一下嘛。然后或者今天我碰到一个这个路边摊就烤地瓜之类的，我觉得蛮不错的，我就会买一点带回来给我好朋友给我喜欢的人。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的仪式感，但我不喜欢那种大的仪式感。那个男嘉宾，我可以这样理解你说的话吗？就是你的性格当中有一点就是特别不喜欢被控制，比方说你是为了出去而出去，就去哪儿都不知道，都还是想出去走走，然后不喜欢别人来收拾你的东西，你很不喜欢在一个规则当中，你希望是一种更自由的一个状态吗？随意一点，对吗？生活嘛，就活得洒脱一点嘛，你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多累是不是？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关于这个仪式感，其实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女生她让你在过节的时候给她送礼物，并不是说要控制你，或者是强制的要求你为她付出什么，可能只是为了体现出你对她的一种爱，或者说你能够表现出你很重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光。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张悦。男嘉宾你好，其实你的很多观点我是非常认可，也可以说非常喜欢的。你说的那个不喜欢太多仪式感，我有感受，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所谓的很多仪式感，有的时候自己是分不清是仪式还是形式的。对，我非常认同这个。
还有前面看到你热爱美食，我真的特别喜欢，就是热爱美食的男生，因为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热爱美食的人都热爱生活。谢谢。看下一条。我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爱情，唯一一段恋爱，因为女生追了我3个月，说不清是感动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就答应做她的男朋友了。确认关系没多久，我们就异地了。面对女生频繁的查岗，我选择了分手。其实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她的，没有心动就交往了，还是想得不够清楚吧。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活泼聪明的女孩，我对她一见钟情，但是我没有着急告白，而是选择先从朋友做起。我觉得情侣之间可能会有伪装，但是朋友之间你是更加真实的一个状态。他拿我当朋友对待的话，那我就能看清更加真实的那个他。虽然是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但我们却以情侣的方式约会。相处1年后，当我觉得水到渠成，准备表白的时候，却从他的朋友口中得知他已经有男朋友了。哎，你觉得他能喜欢这个吗？他有男朋友了，你不知道吗？因为她朋友圈里也从来都没有晒过她跟她男朋友的照片，然后再加上我跟她本来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嘛，所以我也从来都没有问过她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我担心万一我问了之后，她发现我喜欢她，那怎么办？所以说最后我得知消息的时候，我也确实是愣了。哎，还能怎么办嘛？就只好是继续做普通朋友呗。后来我又遇到了2个女孩，也是同样的情况。我非常困惑啊，为什么她们有男朋友却不公开呢？现在如果我再碰到我喜欢的女孩，那我想我肯定是会提前了解清楚她是否单身。我理解的爱情应该是简单的，就像生活一样，不要把它弄复杂。2个人在一起，哪怕就坐在一块儿，什么都不干都觉得很舒服的话，那这就是爱情。希望未来的那个你是一个可爱的女生，那种偶尔犯傻但又善良的女孩更容易打动我。你会是我想到的那个女孩吗？哇！如果说你有了女朋友的话，你会不会在朋友圈公开她的身份呢？这个必须会，对，因为我是一个藏不住事儿的人，就我有什么比较大的事儿啊、激动的事儿，我一定会公开一下。哦，他有一个问题，有男朋友了，为什么不公开呢？有没有女生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啊？3号。其实刚才那个 VCR 里面男嘉宾说，你问你的朋友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有男朋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他的普通朋友而已。其实这个女生没有必要告诉你的，因为你也没有去明确的表达你喜欢他，所以女生是可以不告诉你的。很好，还有没有别的解释？1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很多时候女生在微信朋友圈，她并没有晒和男朋友的合照，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晒情侣的秀恩爱的照片，大家看到都会心里很不舒服。往往我们喜欢晒自己出去吃喝玩乐比较舒服的一种生活状态，或者是一些搞笑的段子，这样会比较快乐一点。4号。然后我想说的话，我觉得就好像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我们俩这个关系足够稳定了，我才会说把它选择公开。如果说我们2个现在只是刚刚在一起，那我也不知道我们2个感情之后会怎么走。那如果马上又分手了，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看笑话的事情。好，来，我觉得3个女生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个表述，全都在我觉得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范围，男女双方是也不存在双标。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个原则，我觉得不告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欺骗就不太好了。对，是啊。如果说你有女朋友了，别女生追求你，你还继续跟她交往，但你不说，感觉是单身的样子，就是我觉得欺骗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情。但是不告知是他自己的一个告不告知有一个逻辑在里边。刚才那个3号说的特别好，我们俩一天到晚谈文学、谈电影、谈动漫，聊着聊着说我有女朋友。你又没表白，你又没说你喜欢我，人家又没有要跟你怎样，你还得跑去死乞白赖跟人说我的情感状态，这也是有点唐突草率，也不太符合一般的人际交往的原则。来，7号。
男嘉宾你好，我刚刚我看了 VCR， 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以情侣的方式，然后朋友的身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没有，这个其实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就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不可能情侣干啥我们干啥，可能会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我可以把他单独约出来，就是。行。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像牵手这样的肢体动作，有更明确一点界限感的动作？啊，那没有，那不会的，不会牵，还是一个普通朋友的交往范畴。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胡雪飞。男嘉宾好，就是我想问的是，那如果说你有了女朋友之后，你怎么处理你身边和其他女生的这种关系？就是该是友情的，继续就该是友情呗。爱情和友情的不冲突啊。还会有大屏幕上的这种友情吗？那肯定不会啊，友情和爱情那还是得分清的啊。对。好的，谢谢。现在留灯的是20号、22号，有请20号、22号。来看心动女生。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看心动女生。15号。直推女生是曹建林的直推女生是12号刘云杰。男生朴实独立、认真靠谱，非常在意关系当中的边界感，也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喜欢自由度高的生活，感情里比较理性，非常需要独立的空间和另一半的支持。女生的性格知性中透着精致和优雅，积极上进，感情当中喜欢棋逢对手的感觉。两个人彼此擅长的领域不同，是互补型的一对幸福爱侣，供2位参考。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李映月，这样的我的恋爱观，我的理想型，选一个。我的恋爱观。2，希望在恋爱中既能保持彼此独立性，也能有同甘共苦、共同面对逆境的勇气，在相处中还能彼此包容。栾庆荣，我的热爱自由切换，是个狠人。我的热爱。1，美食和数学两者兼得，既是学校的数学竞赛教练，又是生活中的美食探店达人。哇哦，也是美食活地图。刘云杰，我的爱情观最幸福的是我的爱好。我的爱好。3，滑雪。美人鱼，这个叫卡丁车。卡丁车，张悦，我眼中的人格魅力，闲暇之余爱情观。闲暇之余。2，一个人的异乡生活，书籍是最亲密的伙伴，希望你也是有阅读习惯的男生。这个我知道，他爱看书，看了好多书。来，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送你一支口红，但是色号你不喜欢，你会怎么办？来。如果男嘉宾送我一支口红的话，色号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这个倒是，因为我日常很少化妆。来，其实我也是差不多，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人，用心为我准备的，我能看得出他的用心，那其实什么色号无所谓。对，好像女人根本不介意多一支哎，比如说我有48支，你再多一支又怎样，对不对？刘云杰。就是在送礼物这个方面，其实就是
不管是不是我喜欢的，就是看是谁送的。如果我喜欢你的话，就送什么都行。20号。我的答案也是同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喜欢的人送我的口红，那这支口红最大的用处不是用来涂在嘴上，而是摆在心里。最后时候到了，你要选择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告诉我你的决定是。其实我这人平时也挺喜欢读书的。哇哦，也不溜达了，哎呀！倔强的不被你发现。你是对的人，不过不长远，无可取代的。太好了。我是对的人，最简单的再见。也勾出我心里的他。他在台上的很多他的观点，其实是我跟他不谋而合的。第一是知道他对美食的热爱，然后第二点是说仪式感他的看法，我觉得他的是非常理性的，然后我也认为是很真实的。对，他当时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说这个热爱美食的人都非常的热爱生活，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就非常的不谋而合嘛。然后就是我也隐约能感觉到他对当时对我有一点的那个好感吧，对。哎呀，商业的那个笑，哎，简直了，太甜了。这个就这一点，我说真的，女生只要大胆的留灯这件事情，你做出了第一步，很快就会收获到那种关注。是他刚才有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表达，他说到他喜欢某种男生，他用了2个非常，他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男生。那一句我当时就觉得离爆灯都是一步之遥了，我觉得这个给男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好，祝他们幸福。有请下一位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one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飞哥好，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郑宪硕，来自杭州，今年24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我是个杯子控。哇哦，喜欢杯子。对，我非常的喜欢杯子，就是我有不同的场景的时候用到不同的杯子，比如我喝牛奶的时候有一个牛奶的杯子是一个高的，然后喝鸡尾酒的话会有一个那个三角杯，然后威士忌的话有威士忌的杯子。然后我家里面朋友来到我的家会给我吐槽一句，别人家的酒柜都是酒，你家的酒柜只有杯子没有酒。我觉得我很欣赏他对杯子的这个喜爱。不同的器皿带给了我们不同的体验。对呀，你不光是请别人吃什么样的菜能够体现出你的热情，用什么餐具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你看一些一个片子，哎，请客了，把我那套银餐具拿出来。我也有拿得出手的杯子给你们看一下。哇！我飞哥，这一辈子就是一辈子，这。8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刚看 VCR， 你喝不同的酒会用不同的杯子，那我想问一下，那你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吗？我在生活中仪式感稍微注重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多，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爱好，
就是我朋友来我家聚餐之后，我会给他们分不同的杯子。哦。因为他们可能有些喝不同的酒。哦，明白了，谢谢。你白酒杯子有什么要求吗？白酒一般我用碗。氛围感。15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一个平时很喜欢收集东西的，不过我喜欢收集的是袋子。每天出去玩一圈的话，能带回来10几个袋子，我还舍不得别人碰它。就是坐地铁上，别人可以弄脏我衣服，但是不能弄坏我的袋子。这个爱好我也有，就是喜欢收拾一些袋子。对。女嘉宾提到的袋子的这种囤积习惯，跟她的这种杯子的分别使用习惯，还有心态上的差别。囤积癖是一种，就是越多心里觉得越充实饱满，但她刚才对杯子的强调背后是秩序感的强调。它不仅仅是收藏，如果你在它的三角杯里喝 whisky， 它就浑身难受。所以囤积癖是一种，然后秩序感的使用是一种。这种强秩序感，你们可以观察它在之后生活当中的分类，甚至情感当中的分类，边界感会非常明确，这是一个加分项。讲究人没有。第二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会误解我的口头禅漂亮。2号。男嘉宾，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因为这个口头禅引起过一些误会？比如说，你朋友他在爬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你说漂亮。有，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朋友来我家，然后买菜，我给他做饭，他买错菜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一句，就是漂亮。然后后面最后那道菜我没有做出来，他问我漂亮是我买对了，为什么没有做？对呀。我说漂亮，正确的是漂亮。如果我把声音拉长，就是漂亮，那你就是买错了。有点现作啊。说说你们的口头禅，方娟。虽然在公司中通常都用普通话讲话，但是如果不小心做一个诧异的事，就会冒出一句“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就突然就冒出一句南京话。6号。大家好，我是6号女生曹若愚，我是山东人，现在定居在南京。我目前自己经营一家百货工作室。我的口头禅有2个，一个是好呀好呀，一个是好的好的。好呀好呀和好的好的有没有区别？就是别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会说，好的好的，表示我非常赞同你这么做。然后说好呀好呀，表示我非常同意你做的这个事情的决定。非常赞同和非常同意的区别。对，我也想知道一下。同意表示我认为你是对的，赞同的话，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棒。类似于 OK 和 agree。复杂的这个。来看片子。我正现做，现在正在做，现在进行时就是我。以前的我站在舞台上，开始学舞蹈时，父母并不支持，但为了证明我是对的，有的学我就拼命学，永远在琴房、舞房、宿舍3点一线，所有情绪我都用身体、用旋律去表达。毕业时如愿考上了歌舞团。当我以为我就要在舞台上走上高光时刻时，一次高空训练的意外让我膝盖受伤，无奈下我选择了退出。偶然的机会得知通过锻炼还可以继续跳舞，我选择曲线圆梦，现在成为了一名舞蹈老师。谁是白雪公主？艾莎公主。你们会唱吗？不要3分钟的热度。现在我的高光时刻是在艺考生考上理想的学校，通过舞蹈的表达，父母逐渐认可了我的选择。当然，我们舞者之间也会有自己的小爱好。兄弟们，晚上出来做点活呀！就是今晚要不要出来喝个酒？兄弟，来段双飞燕啊！这是在约打篮球呢。独双3斗，
都跳了，我们排个4人舞吧。这是在组麻将局。都说3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就是走到哪学到哪，一直在学习的路上。认识了成功老板，就被教了架子鼓和贝斯。现在我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被同学种草了机车，摩托车就成了我的代步工具，尤其喜欢穿西装骑机车。学，什么都给我学。谈恋爱你怎么不学一学？真的是，就是。不知道你们家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我最重要的是冰箱。能从一个人的冰箱看出他的生活状态。我喜欢打开冰箱时那种饱和感，满满当当，整整齐齐。如果缺少某一样，我就立马补齐。必不可少的是苹果、酸奶、饮料。饮料是用来招待我的朋友。如果可以，我希望永远能把你的冰箱填满。这个样子是要跳舞了，对不对？哇！你跳舞跳了多久？我跳舞是半路出家，到今年有10年的舞蹈经历了。然后我一开始是在舞蹈团里面工作，然后由于膝盖的受伤，我退出了舞蹈团。我很荣幸，我当上了舞蹈老师，我也教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考上他们想考的艺校。现在台上只有12号跳舞的是吧？嗯，对。你今天想跳吗？我可以和他一起跳吗？来，你们跳一个。我问一下，来，你觉得他跳的怎么样 ？Nice。这是你编的舞蹈是吗？对，这支舞蹈是我编的，然后 Mojito 是我在用音乐弹的，刚好在一个我朋友的小酒馆里面，我在演奏着这支 Mojito， 然后我自己跳的时候是没有女主的，后面女主来了。哦，是。我们跳着舞，唱着歌，喝着酒。来，谢谢。24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你的 VCR 里面，就是你自己除了跳舞，然后你还会学习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架子鼓，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乐器，是吗？对对对，我会架子鼓、非洲鼓、贝斯、吉他、钢琴。Cool。你就是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学钢琴学了多久吗？我从学舞蹈开始开始接触钢琴，我钢琴，现在是8级。哦，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钢琴老师，我就是感觉你对生活非常的热爱。如果你的另一半她是一个宅女，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趣爱好的人，你们会有共同语言吗？我可以培养他，我会的很多。哇哦，好的好的。刚才片子里边说有一堆小暗号，比如说鸿雁就是什么喝酒，因为里边歌词里边有酒喝干。对对对，酒喝干嘛？跳蒙舞的话，男子气概一定要达到高潮的热血高潮的时候，就是。酒喝干在酒。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双飞燕啊？对，双飞燕就是我们约出来打篮球。为什么叫双飞燕？因为他的动作很像，跳起来，比如灌篮的时候，我们得跳起来。这样灌篮？这样灌篮。舞蹈生的灌篮啊。女生们有没有在你们的什么工作群啊或者闺蜜群里边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小暗号？11号。男嘉宾你好，然后我是一名空乘嘛，我们机组人员之间有一个暗号就是传递 OK 手势。我怎么没有看到空姐老做这个动作？因为我们是紧急情况的时候才要有这个手势，或者是关完舱门准备好可以滑行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手势。所以可能您没有看到。他说紧急情况才能看到，我希望一辈子也不要看到。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囤积东西的人，然后能从冰箱里面能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因为我不喜欢说我下了班之后打开冰箱是空的。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的冰箱是什么样子，我们挑几个女嘉宾看一看。这个是我的冰箱，专门用来放我自己的小零食啊，一些面膜啊什么的东西。因为我看好像没有一个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这些在我家全是放外面。哎呀，你看看这个冰箱，哇！这谁？这是我的冰箱。这是王雅。因为我是属于每个礼拜可能周末的时候去超市里面大采购，我会买那种蓝牙打印机，然后把每一个食材放在这种便利盒里面，然后贴上那种便利贴，这样就不会吃到编织的食物，然后也不会说每次我不小心量做太多了造成浪费。哇哦！这个管理能力应该太狠了，对，应该运作一个非常大的家庭。后面是谁啊？就我的冰箱。哦，别有一番风味。主要是吃吃喝喝。哎呦，这是我们家冰箱，没有刚才王雅那么细致，但思路是一样的。也还可以。我的认知里，冰箱就是胃的外化。就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东西，在未来要吃进去某一个时刻都会进入到胃里，不会到胃里的就不会到冰箱里。对，所以一定在形式上、在视觉上要对自己的胃好一点。看下一条。你还记得突然心动是什么时候？我是在大学时期，接待新生的学姐，她不仅帮我拿行李，还送我去寝室。之后我们成为了很好的哥们，经常一起互动。美女，请你喝杯酒，交个朋友吧。我不太会喝酒。当我喝到第3瓶的时候，我这是为什么呀？我是不是喜欢她？当我喝到第4瓶的时候，我是真的喜欢她。过来，看清楚了，这是我女朋友。你喝多了吧？第2天我很清醒的时候，又跟她说了一遍，才发现当时她也是喜欢我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见了家长后，她父母不想她找一个学跳舞的男生。我也试图用她的手机和她爸妈沟通。喂，阿姨。
他也反过来劝我，你别跳舞了，换个工作吧。无奈下，我们选择了分手。然后我有个想法，我想把身边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学会，我想变成一个完美的男人。完美的男人。第二段感情的时候，我学着制造浪漫，跟他表白，我真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时我们定了一个暗号，如果女生说好幸福哦，那你就把鲜花递给我；如果她说还好吧，那你就不要把花递给我。你看，哇，好浪漫！今天的旅是你。之后我又补了一个正式的表白。在一起后，我天天都想和他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我想他想得辗转反侧，于是去找他。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谁让你来了？我很失落，感觉他好像只享受我追他的过程。之后他跟我说，我还是忘不了他。我打了一夜赌，天亮后提出了分手。我想遇到一个成熟、有独立思考、带着浪漫的女生，和她一起感受世界的美好。23号。好，男嘉宾你好。那么在生活中，你和女伴儿唯美的起舞的时候，如果你的女朋友吃醋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我有女朋友的时候跳双人舞的，我会请示她，我接下来这个我需要一个双人舞，有亲密的动作。如果她不 OK 的话，我会跟她说，那我选择换另一个，就是没有这么多亲密的动作。如果还不 OK 的话，那我就选择不跳了。天哪，你是以女朋友为主，工作第二是吗？对的。所以艺术家的找的那个伴侣一定要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对。2号。男嘉宾你好，我在那个 VCR 里面看到你说你想要做一个完美的男人，就是你心目中你觉得完美男人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没有完美的男人，没有完美这个词，没有人能做到完美，但是我尽量多学，给我另一半打造一个完美的形象。就是具体能再具体一点吗？就是我学会的，我可以教给他，就是他生活中想要的，我都能给他。好。最后一个问题，13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比较倾向于那种成熟一点的，然后像你学姐那种类型的女生呢？是的，是的。好，谢谢。我回忆了一下，灭灯主要集中在完美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多掌握了一些能力之后，就会获得别人喜欢的这个概率就会变大？是的，我是这样觉得。这个事情两位的看法是？就是之前大家其实非常欣赏你对生活的热情，你对新鲜事物学习的那种冲动，但是这个动机出发点很重要。就是当大家看到那个出发点的时候，突然就它带有点赌气感，带有点反叛，带有一点证明意识。你仿佛把你所做的一切是给前任的家长或者给某个你心目中想象出的对象证明，你看我还可以更好，我可以更完美。有了这种动机之后，之前所有的行为的色彩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其实你是非常棒的一个男生，外形、气质、艺术性，还有你的身上这种多元的色泽。但你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回忆回忆，为什么在这两个特定的相似的时间点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就是论迹还要论心。我们做一个行为的时候，行为本身很重要，出发点和动机同样重要。你下次回去可以试试看，把所有其他人的眼光、其他人的期待、其他人的证明感都卸掉，单纯享受
事物本身的美好。你想做一顿美好的饭，你想学架子鼓，就是因为架子鼓好听，饭好吃，舞蹈好看，生活值得享受，你去那么做，而不需要给任何人证明。回去可以试着调整一下。好的。很多男生在总结自己情感经历失败的时候，特别容易归因的一个方向是：我不够成功，我不够优秀。所以我们在归因的时候，把我们的爱情上、情感生活的不顺利归因成自己的能力，这一点是很多人的一个方向。但这个方向，你听听陈明老师的解释，未必是这样。你会了很多技能，我们都是应该多学点，但我们多学点东西，并不是它就一定能导致有更多的人爱你，好吧？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朋友，谢谢两位老师，拜拜。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这次没能牵手成功是最大的遗憾。我接下来的生活会继续学习我喜欢的东西，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找另一个的他。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我叫高敬浩，来自辽宁，是个东北人。你回来，在这里。你好，飞哥。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和我一起采草莓。采草莓啊？哎，为什么有这个爱好呢？因为我是辽宁丹东人，然后呢，丹东的特产就是丹东99草莓，然后个儿大很甜。就是平时我的朋友们都是2个人一起去，然后我希望呢能弥补一下这个遗憾，我也想和对方一起去。6号。男嘉宾你好，那我可不可以你一边采我一边吃，这样子算不算一起采草莓？可以可以，我负责采，你负责吃，你负责吃。本来挺有情绪的一个活动，被他一说的就没什么意思。2个人嘛，对不对？谈恋爱2个人一块儿，说到他，你采你的，我吃。对了，那个飞哥，我呢从丹东来的时候，买了点草莓，太匆忙了，也没拿多少。哎呦，太好了！哎，丹东的草莓比别的地方确实要好吃吗？确实是比较甜，别的地方我也没吃过。你拿去分给他们吧。哎，好嘞好嘞。Thank you。哇哦。谢谢谢谢。好甜。女嘉宾来自4面8方，愿不愿意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什么特产？刘慧。我来自湖南永州，我们家乡的特产就是那个蛇酒，就是泡的那种药酒。哦，永州八记说的就是那个地方吗？对对对，柳宗元写的，对。
23号。辽宁大连，然后我们家乡特产有樱桃。哦，对。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来采樱桃。咱们应该也算老乡了，我也是辽东，离得很近，都是辽东，离得很近，1小时高铁。陈意涵，南京人。南嘉宾您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然后我们南京的特产就是非常有名的盐水鸭。好的，你的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总是寸头。我要来相亲，就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总是光头。就是为啥就是我留寸头呢？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是当过兵的，然后呢就是头型就比较喜欢干净利索一点。哇 ，cool。然后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早上洗头的时候啊，省洗头膏。11号，男嘉宾，我想请问一下，您当的是什么兵？我是那个空军的那个雷达操纵员，在那个大山上。当了几年啊？在部队？当了2年。3号。男嘉宾，其实我想说啊，您说对方会介意你是寸头，其实他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寸头，如果他介意的话，他就不会选择你。对啊。说的也没毛病，反正。无法反驳啊。看片子。仁义铁汉，有志青年。这就是我，一个纯正的东北硬汉，高敬浩。我18岁参军，成为了一名雷达操纵员，专门守卫几百公里以内的军机民航，负责警戒兼引导任务。我当兵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经常断水断电，大雪封山，但我依旧觉得非常光荣。退伍后，我成为了一名交警，加入了城市的铁骑大队。铁骑大队主要负责处理城市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电话一响，我们就得出发。这边有个大娘被毒蛇咬了，要去市医院打血清，求交警开道。好，我们马上出发。由我们铁骑大队开道，原本半小时开外的医院，10分钟不到，我们就给她顺利送达，让大娘成功脱离了危险。其实我们指挥中心电话铃声从来就没有停过，我也在很多次救援后获得了1等治安荣誉勋章。除了救援，还有很多事儿需要我们铁骑大队处理，有时候我们也要为119逆向开道，让他们及时赶到火灾现场。煤气爆炸，我们也得第一时间赶到，及时封锁现场，以免造成2次伤害。东北入冬后是我们铁骑大队最难熬的日子，为了维护市民交通安全，即便寒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铁骑大队也从来没有退缩过。一次机缘巧合，我离开了念念不忘的铁骑大队，去了一家马场做了马术教练。我知道你们通常认为的马术教练是这样的，帅不帅？但实际上马术教练是这样的。宝贝，你舒服尾巴啊，不是啊，老实点啊，宝贝，下次骑你啊。我还是个伴郎权威专业户，最早是我的老班长找我当伴郎，因为是第一次，特别紧张又特别兴奋，那种感觉不亚于做新郎。后来我的朋友、我的战友都来找我做伴郎，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足足做了15、16次伴郎了。对闹洞房的小游戏门儿清，偶尔也会幻想一下自己的婚礼。有人对我说，伴郎超过5次就结不了婚了，说不担心是假的。这不，我来到了《非诚勿扰》，希望可以顺利找到我未来婚礼的女主角。说伴郎超过5次就结不了婚，有没有人说伴娘当了几次就有没有这个说法？3次，我听说的好像是3次。台上的女生有做伴娘超过3次的没有？周瑞超过了。
我超过了，我做了4次了，然后我已经放弃这种说法了，我觉得完全不影响我找对象。陈意涵呢？我也是4次，然后第5次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本来也想请我做伴娘的，但是他知道我已经4次了，他说算了，我还是就是给你祸害别人吧。对。你10几次，为什么你中签当伴郎的概率这么高呢？第一次吧，就是我退伍回来的时候，我一个老班长，就是他当时结婚了，然后就找到了我。刚开始也是挺腼腆的，随着后来当多了，习惯了，在这一块就权威了。权威了之后，就老去。哎，有没有这样？当伴郎的时候，那个新郎基本上是第一次嘛，对吧？你有没有上去？哎，你不是这样的，我教你应该怎么样，结婚应该是这样。你有没有指导过他们？基本上我都可以不用彩排。那咱们东北有什么离娘肉那个环节，或者是闯门啊玩的那些游戏，还有什么新娘找鞋之类的都可以。你全都知道在哪里？基本上吧，因为就那么几个地方，参加次数多了，也没有新鲜感。这是无他，为手熟耳。23号。好，男嘉宾你好，你做过这么多次的伴郎，说明你人缘非常好。那在生活中，你是不是脾气很好，不懂得拒绝他人呢？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脾气还是有时候有一点点就是急，但是人比较好。当了几年交警啊？我在铁骑大队应该是做了6年。铁骑大队就是我退伍回来的时候，然后因为身高1.85米嘛，然后身体素质也比较好，就到了铁骑大队。第一排最右边。对，第一排最右面那个蹲的。对，因为当时就比如说突发情况，我们就会做应急处理，包括丹东是个旅游城市，就是有时候车辆会堵啊，我们会骑着摩托去排查堵点，就是保护市民嘛。而且铁骑大队在现在的整个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这个警力机动性方面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之前去有看过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非常重要一点就叫最快双腿。而且它的那个大数据，我们到了那个大屏幕前面才知道，就所有的点位是实时调动的，它能保证你在地图上任意点一个位置，在大概5分钟左右都会有最近的铁骑会迅速赶到。所以当这一个马上移动了之后，剩下所有的都会朝这个方向来移动，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它的这种单兵作战能力虽然没有那么强，但它给所有市民带来的心理的这种安全感、安定感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还记得，因为我是武汉人，当时在所有的这个援鄂的医疗队离开的时候，全部是武汉的骑警，一支一支的队伍送到机场，因为知道过去3、4个月的时间为这座城市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是表达敬意的方式，一种礼遇啊。为什么就后来不干了呢？就是因为机缘巧合吧，就是我在那个沈阳有个马场的一个朋友，他是蒙古人，然后我就拜他为师了，也是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工作经历吧。现在骑马的人挺多的。主要是对，差不多吧。到底还能不能聊？能，就有点紧张，就今天上台。照片还有吗？有，应该是有。哇哦！大白马。好看。白马王子啊。8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也非常喜欢骑马，然后刚才您从那个舞台这边走过来的时候，然后我还跟我的小伙伴说，我说男嘉宾腿好直，就是好像马术教练的那个腿，就是条贼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经常骑马的话，有助于我们瘦腿？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这些女生分享一下？我来跟你简单的说2句。马术这项运动对人的身材的要求，他们不是因为我们从事了这项运动，
我们的身材变成了那个样子，而是因为你们有那个样子的身材，才去干了这个工作。马术分速度赛马，就我们看到什么那个速度跑圈那种比赛的运动员的身高都很矮，他不能高，高了之后那个马会影响速度。而盛装舞步和马术障碍的这些运动员身高都比较高，差不多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好像对马术有点不太懂，不太懂，知道一点点而已。太谦虚了。这是谁啊？这个是我骑马的时候然后拍的照片。哇，这个着装好像跟一般的马术着装区别。你是爱骑马还是爱照相啊？这是舞蹈演员在骑马的感觉。在马背上思考，你为什么不跑起来呢？这个是我，这个当时是我们自驾，然后是在新疆的一个山顶上，然后山顶上有一个那个放牧的人家，后来我们跟他那个牧民去商量，骑了他们的马，所以没有任何的护具。这是黄澜，黄老师。哇，这黄老师身材也很适合骑马啊。策马奔腾。这个是，这是在内蒙，我们拍戏嘛，然后让我来骑一下啊。哎，这是我，飞哥啊。这是好多年以前。这个马好像不是很高，是吧？这个马，黄老师，完了就不是很高了，就很高啊。这个马正常。你骑马当教练多少年了？当了1年左右，1年多。后会一直从事这个吗？本人还是有点马术梦的，就是还是有点梦想。好，再看下一个。金浩，这是小雨，之前有跟你提过的，你俩认识一下。我的第一段感情是从一个饭局上开始的。你好。你好。但并不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雨，而是小雨身边的闺蜜小丹，咱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刚开始她对我很体贴，下雪天她给我送暖贴，我病了她给我送药。随着大家越来越熟，彼此露出了真性情，她直我也直，遇到矛盾都不互相惯着对方。我是个特别守时的人，但经常我到她家楼下接她，她还没有开始打扮自己，一气之下我就说了一句：喂，你要迟到啊就别来了。不来就不来，谁稀罕？情绪之下两人都很刚，但很快我就服软了。你还真不来了？不过性格这事很难改。一次他约我出去办点事，我因为拉肚子迟到了，好了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一怒之下就开始怼我，一天到晚磨磨唧唧的，啥也指望不上。指不上就别指了，分手吧。就这样我们分开了。后来想想，恋爱时需要良好的沟通，切忌着急和嗓门大。我的第二任女友是一个在意大利长大的中国女孩，刚开始她经常会给我做意大利餐，我觉得很幸福。后来我发现她有点粘人，尤其在我们逛街的时候，她会不分场合的过度亲密，让我有点不舒服。另外她穿着耀眼，周围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目光，但我还是忍了。不久后她回到了意大利，我们的距离被时差拉得越来越远。太累了，分手吧。刚分手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可过了段时间，我在他朋友圈看到了他和其他男生的合影，有点莫名的伤心，但一切都晚了。你长这么帅，身边应该不缺女生吧？太缺了，我身边哥们儿一堆，就是没有女生。我又有点高冷，不太愿意讨好别人，所以凭实力单身。今天在这里呢，如果你喜欢我，咱就好好恋爱吧。李嘉欣，男嘉宾你好，我看你的短片里面你是不太喜欢粘人了，你会觉得不适应吗？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粘人，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在朋友们面前做出太亲密或者是太那个
过激吧，那个动作不太好，就是让朋友们尴尬。就比如说他突然坐你腿上那种，我指的是那种行为，啊。还说坐腿上就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你行为当中的，比如说哪一条界限，在朋友面前你觉得会比较过度？比如说一起吃饭，他突然亲你一下，你就觉得很甜蜜，还是觉得哎呦好丢人？那我会觉得一脸油吧。明白了。反正我觉得吧，在公共场所，两个人的亲密程度，不要引起周围人的不适感，这是一个底线。朱瑞。男嘉宾你好，然后我想问一下你，短片里面就是女生说我们分手吧，就是很生气，然后你直接说分手，那你后来有没有试图挽回这段因为冲动分手的感情？这个我也想过，就是我觉得吧，两个人之间一个巴掌拍不响，当时已经马上差一步就要分手了，彼此都没有什么耐性了，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就是爆发了。当时就是前女友她着急办事儿，是房子的事儿，然后让我陪她去办。我当时是有点急性肠炎，我说我不去了，他就说啥也指不上，有点刺激到我的那个自尊心了，也就一气之下，然后我觉得是，既然都过去了，就是还是要多反思一下自己，然后才能更好的就是对下一个负责，就这么想。最后一个问题，23号。男嘉宾你好，你的第二段感情是女生公开了朋友圈之后，你才感觉到难过，你们分手了。那么这中间的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在冷暴力对方？没有，当时是因为有时差，我睡的时候他才醒，他醒的时候我睡了。后来分手了之后，也没有太多的就是真实感，但是之后看到他朋友圈之后，我会觉得哎呀，好像是真分手了，然后会这个难过。我觉得这是人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吧，现在留灯的是2号、3号、9号。来，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有请3号、9号。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17号。来看一下自推是高敬浩的自推女生是14号赵瑞欣。男生热情有温度，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注重品质生活和仪式感，在关系当中重视彼此的交流和相互成长，非常重视亲密关系中的陪伴和感受。女生的性格大气洒脱，灵活善变通，感情当中需要独立空间，同时也享受两个人独处的浪漫时光。男生需要学会让女生知道自己哪里受了委屈，女生也需要多多陪伴男生，多多交流，两个人才能彼此更懂对方，更加心有灵犀，更有默契。供两位参考。来看4个女嘉宾的基本资料：刘慧1，我最爱的款；2，我工作的画室；3，矛盾的我。我选1。特别喜欢学霸，喜欢他们自律和勤奋的样子，和他们在一起，自己也会被激励起来，变得特别勤奋，特别有目标。朱瑞，我的小可爱，城市一键切换，航旅纵横热力图。选2。
喜欢旅居，总是走走停停，一直在寻找一个城市，那里有自己喜欢的人。你的城市会是我以后的家吗？赵瑞欣，兴趣广泛，爱是相互的，理想中的另一半。2，来看一个短片。如果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一定会把他宠上天的。我希望爱可以是相互的，我爱你，你也可以爱我，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彼此照顾。希望未来的另一半也可以对我加倍的宠爱。王双，黑暗料理师，口是心非的女人，喝酒之后。喝酒之后。喝酒后逻辑变得超级清晰，并会自来熟，无论对方认不认识，都会上去称兄道弟聊2句，然后拜把子。Cool。来，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如果双方有这个矛盾了，你们怎么解决？刘慧。我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不那么生气的时候，再会去跟对方聊一聊。朱瑞，我觉得分2种情况，一种情况如果是你的错的话呢，我会给你台阶下，然后会让你可以跟我主动来认错。如果是我的错的话，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台阶下。就比如说，哎，你晚上跟不跟我一起去吃饭？我说啊，那好呀，我肯定会跟着你去。如果我意识到我自己错的话，你有没有意识到过自己错？有，还是有的。啊，那就好，那就好。赵瑞欣。如果是我的话，不重要的问题的话，我会直接怼回去，就是不要跟我大声说话，不要吵架，你坐下自己想一想。蛮厉害的。3号，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的话，可能我不会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但是呢，我也不会去理我的男朋友，我可能是有一些间歇性的不说话、消失这种情况。但是男嘉宾其实可能也不用哄我，我自己就消化好情绪以后就会回来。曾经比较常见的消失的时间大概是？就是我之前说的旅行的时间1个多月。我正准备问几个小时，他说1个多月，他的计量单位是月。我看男嘉宾越听脸越长的。男嘉宾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总是跟女朋友障碍，所以他就提了一个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想听听大家有什么高招。听了4个答案，想牵自己的马。对。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想清楚你的决定是。那我可以直接上去吗，飞哥？可以。好。哇。再见。谢谢收看《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进不出。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啦啦啦啦。